二战期间，各国士兵如何解决生理需求？或许你认为这算不上什么大事，但突然让你告别亲人，奔赴战场前线，你就会瞬间明白，生理需求不再是难以启齿的隐私，而是与粮草弹药同等重要的刚需。长期的欲望压抑不仅会摧毁士兵的心理防线，引发军纪涣散、战斗力暴跌，甚至催生恶性事件，更有甚者会因欲望失控倒戈投降。正因如此，无论是德日意轴心国，还是美苏英同盟国，都在暗中绞尽脑汁解决这一难言之隐。只是受战争环境、意识形态和伦理底线限制，各国的解决方式天差地别。这其中最令人发指的，当属日本军国主义的慰安妇制度。可以说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、最残酷的战争罪行之一。为满足士兵的欲望，日军通过欺骗、掳掠、强征等卑劣手段，从中国、朝鲜、东南亚等地抓捕数百万年轻女性，她们像货物一样被押送前线慰安所，囚禁在肮脏狭小的空间里，每天承受数十上百名士兵的非人折磨，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毒打、杀害。直到日本战败前夕，为掩盖滔天罪行，无数慰安妇被集体屠杀、活埋。侥幸存活的受害者也终身背负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创伤。直到今天，仍有大量老人没能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与赔偿。这段罪孽永远刻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。与日本的野蛮不同，纳粹德国的解决方式显得严谨，却同样冷酷。他们在占领区强征医院、会所，改造成军人专属妓院。但这些妓院并非随意出入，而是凭票入场，价格为 2.5 至3帝国马克，相当于当时2包香烟的价格。这些收入被德国变相转化为了财政收入。而为了有效控制疾病的发生，提高效率，德军制定了极其严苛的管理规定，每名士兵的服务时间被严格控制在15分钟以内，事后进行强制消毒，流程严苛如军工厂流水线。更荒诞的是，德军高层曾秘密启动伯恩哈特计划，妄图研发军用充气娃娃，从根源隔绝性病，便于管控，还投入巨资召集设计师打造样品。可随着战局恶化，工厂被炸，经费耗尽，这项荒唐计划最终夭折。对比德日的明目张胆，美军走了一条矛盾又务实的道路。美军深知士兵生理需求的重要性，但受限于国内清教徒文化的影响，无法像德日那样开设妓院。于是美军高层采取了一种模糊政策，不鼓励，不公开支持，也不严厉禁止，本质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默许士兵通过各种方式解决生理需求。因此在物资匮乏的战场上，美军的香烟、巧克力、尼龙袜成了比货币更管用的硬通货。许多当地的女性为了换取这些生活物资，不得不与美军士兵进行交易。除此之外，美军还想到了用精神疏导的方式转移士兵的生理冲动。他们派出好莱坞的明星歌手奔赴前线，举办露天舞会，放映电影，给士兵发放可乐、口香糖，让士兵在紧张的战争间隙能够得到短暂的放松，缓解内心的压抑和孤独。这套办法并未奏效。1943年北非战场，美军性病感染率高达 29%， 欧洲战场整体感染率也达到 14.7%， 累计约30万名士兵因性病减文，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，上演了娱乐疏导反噬战斗力的荒诞一幕。而作为轴心国一员的意大利，在解决士兵生理需求方面也显得格外敷衍，没有统一的政策，大多是士兵自行寻找办法，混乱不堪。1943年，西西里岛被盟军攻占前，当地的许多意大利士兵经常不顾军纪，擅自离开阵地，与当地女性厮混，导致防线漏洞百出，成为二战中最佛系的军队。